弹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谁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被恨弄脏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在这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，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，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温医生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我很辛苦，我一直在控制着我自己。可是每一次我看到那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我又有一股很强烈的欲望。我怕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会做错事的。我恨我自己，我真的很恨我自己。我不想再做错事情。温医生，帮我。放心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你有听过催眠治疗吗？我会利用催眠进入你的潜意识，从你的潜意识中去掉你对少女的欲望与冲动。这跟接受催眠来戒烟或解除压力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当然，接受催眠的首要条件是信任对方。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了，温医生，你赶快帮我进行催眠治疗。感觉你全身很放松，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全身很轻，完全没有任何重量，好像在空中漂浮一样。现在可以慢慢举起你的右手，好的，可以放下你的右手。告诉我，你现在看到什么？很黑，很乱。你有看到那个被你害死的小女孩吗？有。你有什么感觉？我很内疚，她不应该死的。没错，小女孩的确不应该死。就因为你的所作所为，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小女孩，坐14年的牢是不够弥补的，对吗？我知道，我罪大恶极。你有想过用死来解决问题吗？死？如果我死了，我就不用整天被内疚折磨，我就不会对那些小女孩有邪念。为了那些无辜的小女孩，也许你应该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法，来确保你不会再伤害她。死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
死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死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你没事吧？ Carrie， 婉柔，我不是说暂时不要见面了吗？我不放心，所以来看你。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婉柔，我要去办点事，你不要跟着来。婉柔，你要避开我到什么时候？婉柔，婉柔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婉柔。 放松一点，没事，来坐。婉柔，喝水。谢谢。你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说一说赵宝强找你进行辅导的过程。 不要急，慢慢把事情的过程告诉我们。Madam， 他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改天再问好不好？好吧。我没事了。你不要勉强自己啊。我真的可以的。不用急，告诉我们为什么赵宝强会找你辅导。他有娈童癖。 而且曾经强奸过一个未成年少女，结果被判坐牢。出狱后，他的毛病还是改不过来。他担心会再犯错，所以希望我能帮他。在辅导的过程中，我察觉他有自杀的念头。我尝试解开他的心结。 建议他接受长期的心理治疗，他也答应这么做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经过2次的辅导过后，他竟然会思想不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的，我不想变成这样的。 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害了他了。婉柔，不关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怪自己了啊。林苏，死者的弟弟来了。警官，我叫赵世强，请我哥是怎么死的？跳楼自杀。我们找你来办理一些手续，然后到医院领尸。哎，白的，麻烦你跟我来下。他是死者弟弟赵世强。警官，我不相信我哥会自杀，他会不会被人推下楼？赵先生，警方已经在你哥哥跳楼的地方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疑点，所以我们已经排除他被谋杀的可能性。麻烦你们再查清楚，我很肯定，我哥是不会自杀的。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自从他出狱之后，他就想重新做人，想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虽然他害死了那小女孩，可是这半年来，他每个月都寄一笔钱给小女孩的家人，
想要做出补偿。昨天晚上，他还约了我，今天陪他一起去老人院做义工。你们想想，他的想法都很积极，都很正面，怎么会搞到自杀的？警官，我哥死前曾经见过什么人？婉如，我送你回去了。不用了，我想静一静。你不要这样子，赵宝强死跟你没有关系的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总之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找出他死的原因。我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赵宝强的事是在我意料之外，不是我所能控制的。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我现在不是怀疑你啊，我只想证实你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。对不起，可能是我太累了。魏小姐。魏小姐，你是我哥哥的心理医生是吗？是的。我想了解我哥哥在做心理辅导的过程，你有空吗？我想跟你约个。不用了，该说的我都已经全告诉警方了。魏小姐，你不觉得我哥哥的死很可疑吗？我对他进行辅导才2次，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心态。那我哥在临死前跟你说些什么？他有没有跟你透露他想自杀的意图？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。如果想知道详情，就直接问警方吧。魏小姐，有什么事情改天再问。赵先生，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谈些什么，请你不要再来问我关于你哥哥的事了。魏小姐，你不要跟来了。解决问题吗？死。如果我死了，我就不用整天被内疚折磨，我就不会对那些小女孩有邪念。为了那些无辜的小女孩，也许你应该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法，来确保你不会再伤害她们。死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你真的认为赵宝强的死和婉儿有关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因为赵宝强是个强奸犯。婉柔真的记得起被侵犯的事？对不起啊，我之前答应婉柔不会告诉人。明白。她被柯明德侵犯以后，受到打击实在太大了。我怀疑她会把自己对柯明德的仇恨报复在赵宝强身上。你真的认为婉柔会做出这样的事？我也不想这么想的，可是他对这件事情反应实在太激烈，我没有办法不怀疑他。婉柔亲眼的看到自己的病人死在眼前，难免会有失常的反应。可能你现在太过敏了，你现在也不会再猜测。如果真的让他知道，连你也怀疑他，这对他来说会造成大的伤害的。可是他真的变了很多。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总之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。他跟我提出暂时不要见面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么做。他经历这么多惨痛的遭遇，难免会有情绪不稳定的表现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再给他多点时间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你对他有信心。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克服这个障碍的。凡事都不要往坏处想，放心自己，连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，怎么照顾？
惜的是，没有把这个混蛋给撞死。你这么做太冲动了。我只是在执行我们共同理念，以牙还牙。难道这么做不对吗？我们要制裁的是罪该万死的罪犯，而不是随意的制裁任何人。这个小女孩才15岁，就这样活活的被车撞死，难道这不算是罪该万死吗？那是一场意外。我们总不能把所有撞死人的司机全都杀了吧？撞死人的惩罚，最多是吊销驾驶执照，或者是坐牢几个月。这样子就可以弥补他的罪过吗？这对受害者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你不了解这个混蛋，像他这种人，根本就是死性不改。如果我不惩罚他的话，他会继续害死很多人的。就算你要行动，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。你现在已经受到警方严密的监视，如果因为这一次的行动，使到我们的身份曝光，那不是得不偿失吗？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妹妹。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我相信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你的背景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先离开一阵子，避避风头吧。那个家伙还好好的躺在医院里，我让他死，我才走。你还想对他下手啊？我不能够让他逍遥法外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心情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警方得到任何证据的。Dr. 黄，病人他怎么样了？是你啊？他是你朋友吗？是的。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多了，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。那就好了，谢谢你。好的。张先生，是吗？来探病啊？你很有心哎。我只刚巧经过这里罢了。前几天撞死人，昨天又差点给人家撞死，你说是不是很巧？如果意外要发生，谁都避免不了的。你说这种是不是叫做罪有应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法官，无法下定论。我有工作要忙，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昨天下午3点钟你去哪里啊？看电影。有没有人可以证明这点？你们警方不是派了人跟踪我吗？或许他们可以帮我作证。你跟他很熟啊？我不认识他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亲眼看到你殴打他，没关系，为什么打架？Leonard 是不是得罪过你？他这个人根本不顾他人生命安全。你们当时在场，难道你们不觉得愤怒吗？我只能够说，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。
些照片都是在中东拍的吗？对啊，我到那里去当医护人员。Ryan 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给我看照片了？你是不是新的线索？上一次我跟 Madam 和张少奇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有一张照片，和 Ryan 拍摄的这一张很相似，连拍摄的角度也一样。我们怀疑张少奇那张照片根本就是 Ryan 帮他拍摄的。照你这么说 ，Ryan 和张少奇很有可能真的是认识的。那张少奇会不会跟 Ryan 一样，是同一个神秘组织的成员？现在我们还不能肯定，不过我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。这名女子叫张小军，是张少奇的妹妹。5年前在一起车祸中丧命，司机撞了人不顾而逃，到现在还找不到肇事者。当年张少军才16岁。难怪看到 Lena 撞上小妹妹的时候那么激动，一定是因为自己妹妹的事情，所以他很痛恨鲁莽驾驶司机啊。Lena 这次被撞得昏迷不醒，会不会是张少奇的杰作？他杀人的动机是为了报仇。这种以劳还押的情人，跟 Ryan 杀死阿鬼，还有柯明德被制裁的案子很相似。看来我们要把张少奇带回来审问，同时也要搜查他家，看看有没有确凿证据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重案组的同事去了哪里啊？他们整班组员全都出动了，好像是去执行任务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美伢分别在楼下守候，大家要小心。张少奇可能有攻击性武器，有什么动静马上报告。Yes, madam. Yes, madam. 喂，爸。没人。不要动，蹲下来。Madam 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刚才明明可以把那个女人解决掉的，你干嘛阻止我？
为什么要对安小倩不利？安小倩是个警官，不是罪犯，你没有理由去伤害她。他要逮捕我，我没得选择。什么叫做没得选择？一句没得选择，就可以任意的杀害人命吗？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安小倩？如果是别的女人，你会那么紧张吗？不管是谁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反对滥杀无辜。你这样子做，已经违背了我们坚守的原则。违背我们人是你呀，胡锡春，我本来是很相信你的。可是，你竟然可以在危机情况底下选择去救她，你根本算上那个女人了。赵，冷静一点。我说错吗？说句公道话，你跟那女人的关系走得越靠近，迟早就会出现更多问题。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好，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我们跟安小倩对上了，你会怎么做选择？你会站在我们这边，还是站在他那边？相信西楚不会背叛我。你当然相信他，你的命是他救回来的。就算出卖你，你是心甘情愿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怀疑他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还有你，够了！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一个。有必要的话，我会招认一切，不会拖累你们。只有让那个女人永远消失，她才会全心全力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可是生死与共的伙伴，这种友情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。少奇，你不要那么轻易放弃嘛！你的手没事吧？意外伤而已，有什么发现？我们在张少奇的家找到这个电脑，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找到了。难道这就是他们组织的称号 ？Dragon Tooth 龙牙有什么含义？欧洲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里，曾经出现过一把利刀，它名字也叫做 Dragon Tooth。就像他们标志上的这把利刀，它象征了危险、复仇和制裁。果然符合了龙牙组织的作风。看来我们可以确定 ，Ryan 和张少奇都是属于这个龙牙组织的成员。马上进入他们网站来看看。我们需要密码才能进入这个网站，他们的保安系统相当的严密，密码组合有5到8个字，这表示至少有3000万个组合。有没有办法破解？可能需要蛮长的时间吧。我们下一次再聊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没自我介绍，我叫赵世强，我是一名小说家，笔名洛生。原来你就是那位悬疑小说名作家洛生。不敢当，你也看过我的小说？曾经读过1、2本。对不起啊。因为我哥哥的死，我冒昧硬要跟你碰个面，有不便之处，还请多见谅。对你哥哥的死，我也感到很抱歉。也许他走了，也算是一个解脱。我这趟来不是为了追究责任，不过我真的很想了解，在我哥哥自杀之前的想法，是什么触动他自杀呢？这点我也不太清楚。在他临死之前。最后见的人是你，他应该跟你说些什么吧？他曾经说过，他想以死来解脱。不过我很极力的劝他不要往这方面想。也许是因为他内心的愧疚感太深了，所以才会做傻事。我也很后悔，如果当时我更努力的开导他，说不定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你不是觉得愧疚？我想你已经尽力了，不过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哥突然会兴起自杀的念头。自杀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，而我哥哥从来就不是一个果断的人。
赵先生，你不断的围绕这个话题，你是不愿意相信你哥哥自杀，还是你对我有所怀疑呢？啊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跟你讨论他当时的心态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知道更详细一点。你能不能重复他临死之前所说的每一句话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想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了。你该不会有什么隐瞒着我吧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对不起，我的病人在5分钟内就要到了，必须请你离开。没关系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想到什么，麻烦你联络我。不打扰了。温小姐，这么巧，不介意一块坐吧？不晓得我是不是太敏感，我总觉得你好像不太想见到我。怎么会呢？是你太多心了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刻意去找你有点唐突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不过如果你改变主意，愿意跟我谈谈我哥自杀的事，请你不要再去提起你哥哥的死了。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他的死跟我毫无关系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真的可以解决一切，是，真的可以解决一切。我不知道的，我真的不知道的。原来是你叫我哥哥去死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要为我哥哥的死负上责任。不关我的事的，不关我的事的。你害死我哥哥的，是你害死他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关我的事的。是你害死我哥哥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是你害死我哥哥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没有。婉柔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厕所里面晕倒的？医生检查过你的身体，你身体没有事情的，是不是有人要伤害你？没有。Kerry 说你一看到赵世强就慌张的走开，他是来纠缠你啊？他跟踪我，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他哥哥的死与我无关，他却不相信，一直缠着我追问这件事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警告他的，他不再来缠你了。不用了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我会自己解决的，不用你们2个插手。婉柔啊，小弟，爸，怎么哪不舒服啊？啊，没事了。还说没事？你上班那天也跟我说你没事，现在就出事了。好了好了，出院以后啊，别回去上班，好好在家里休息啊。
姐啊，这次你一定要听爸妈的话，查怎么样？根据 Carrie 说，赵世强的确在午餐时间和婉柔见过面，不过婉柔在中途就离开了，一直没有回来过。不过婉柔被人发现晕倒是在下午1点左右，可是 Carrie 却说他和赵世强一起吃午餐，过后还在10个喝咖啡，喝到2点才离开的。那他说赵世强跟踪他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会不会觉得婉柔的精神不稳定啊？婉柔经历了柯明德这件事情后，还亲眼看到赵宝强坠楼自杀，或许对他精神上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他叫我暂时不要见面，我应该看着他的。你别太自责了，多陪陪他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带他去看心理医生。他本身就是心理医生啊，我叫他去，他会听吗？好好跟他谈，希望他听你的话。如果不听，不要太勉强。我们再想想办法怎么帮他，好吗？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病人已经苏醒了，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。可以跟他谈话吗？没问题，不过不要太久，他需要休息。好。你好，我们是重案组的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还记得当时车子撞你的情形吗？那你还记不记得开车撞你人？是谁？是那个疯子，那天打我的人，也是他。你说的人是不是他？是他，就是他。那天开车撞我的人就是他。哥，天气很热。是咯。哎，对面有家咖啡店，我们去喝水。小郑，小郑，小郑！小俊，小俊！妹妹，放心，哥哥一定会为你报仇。查到新的线索，原来张少奇的妹妹张少君是在5年前被Leonard Zhu开车撞死的。Leonard Zhu就是那个撞死小女孩的司机。我们问起为什么张少奇要开车撞他，他招认了5年前撞死张少君的事。其实他一直认识张少奇，因为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揭发而不敢说出来。难怪张少奇见到 Leonard 的时候，他那么激动，原来他想报仇。糟了，Leonard Zhu还在医院。他会不会对他下手？马上出发。姐，可以走了。怎么出院没有通知我一声呢？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用你特地来的。我送你们走吧。好啊，我的车送去维修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爸，我们做得事就行了。既然人家来了，我们也不用这么麻烦嘛哈。哎，欧阳啊，你不介意做我们的免费司机吧？我当然不介意了。姐，走吧。
还在附近吧？明叔，联络总部调多一点人来帮忙搜查。梅亚大门，您到医院的出口查看所有离开医院的车子。Yes， 评论跟我来。你干嘛抢我的车？ 不要追了，欧阳！欧阳，停车！我叫你停车！ 伤痕记在这心脏，将一秒撕开诡异的光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神都一样，让他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。 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。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